你现在要吃了吗？让老板给我拿半只，最少是半只是吧1/4可以切碎。那我要半只吧，半只我在这吃的。 60一斤那个大概10块。然后昨天来要排半小时，今天不忙了，今天人少多了。哎，昨天前天人很多。3个2，削干了。削干了。这个鹅是多少钱一斤50 ？50是吧？哦，卖的贵。真不贵。啊，扬州卖好多都卖50多60。 48到58，我们家卖50是现在相对比较7折的腰，他们家我217。慕名而来，对的，我是打听过的。 48年老牌子，看着挺好吃的，40多年了，比我年龄还大，3代人做的，您可以48年做得到的啊，小6老的。多少钱？我给你扫。一共217一共啊217。对。 似乎像扬州这样的古城呢，有历史文化的都有一个类似的街。这样的街呢，看起来是古色古香的，但是呢，你一溜达，这就是商业化非常的严重。你说呢，来也不是，那不来也不是。这条街叫啥呢？扬州东关街。啥叫古代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呢？你看没？房檐子是古代的，底下一看呢，蜜雪冰城。然后这边就是彩艺街，然后这边呢就是东关街。这2个街呢，美食都挺多的。咱一会儿从这头走到这头啊，把这个扬州的各色小吃啊一网打尽。来，这个昨天上午的话，11点钟这个榛子就全部没了。哦，昨天人多。对，昨天人太多，就是买这个真的特别多。这好家伙，买个老鹅跟送礼似的，那拿着呢，一会儿找一家店来尝尝。你看，我就吃个鹅，这人还抱个鹅。看这个小人书啊，都散货完了，都散架了，画的还挺精美的。蒋家桥饺面店，江苏老字号，尝一尝扬州的饺面是个啥味道。来，这扬州的冬天还没过完呢，还有这。哎，这个不好了，10个小时，这个不好了啊，这个不好了，这不好了。这家店呢，就是大众消费很便宜啊，一份饺面，然后一个锅贴，再加个汽水，才22块钱，而且呢分量很足。啥叫饺面呢？这就是饺子啊，其实就馄饨，然后这个就是面，扬州的特色。这个汤呢，就是扬州典型的这种酱油汤。这可不是普通酱油啊，这是加了虾子的酱油，非常的鲜。
别看这个面很简单啊，真的是好吃，因为全在这个汤上了，这个汤特别的鲜。它这个面条可能啊，北方人不是很习惯，北方人就爱吃那种粗的，吃起来很筋。这个呢，就是一咬就断。这个面呢，你看似没有啥味道，其实还挺浓的。哇，碱面啊，一股碱的味道。然后你看这个汤，感觉稠稠的，就很浓郁。吃完面再尝这个馄饨，哇，这馄饨这馅好咸，盐给的很足，不过挺香。这个味道就是扬州的老味道，这家店也挺有名的，在当地。大家一听这名字饺面，这不就是馄饨面吗？其实有的地方就叫馄饨面。这咋来的呢？这还有个小故事，特别有意思。就以前的时候，在扬州城里头，哎，有一个人做生意啊，赚点小钱，发了财了。然后这个人食量特别大，人家去店里头吃呢，就是一碗面或者是一个馄饨，他呢是一碗面加一个馄饨。好家伙，这食量挺大的，跟阿星差不多。有一天呢，他正在吃啊，一口面一口馄饨，吃的正香着呢，突然发现，哎，这个街头呢，小商小贩是吵架啊，打架，很热闹，大家都聚集到一块看，他也不能凑了热闹，是不是？这时候吃了一半怎么办呢？一个手端一个碗，是不是？这没法吃了，就把两个一遮倒在一块儿，就在这看啥热闹打架呗。看热闹的都不看了，都看他了。大家都说，哎，你这面有讲究，这啥面看着挺香的。哎，你甭管，这是饺面。结果第二天呢，很多人啊到这家面馆里头说，哎，老板给我来个饺面，老板一听这饺面是啥，我都不知道是啥。然后后来就按照这么做，啊，有饺子有面，就这么来了。你如果觉得这个面太寡淡了，也可以加一些臊子。我看有很多人加这个青椒肉丝上去一拌，也好吃。再尝这个锅贴儿，配这个饺面呢，一般就是吃个锅贴儿。里头这个馅呢，甜甜的，很鲜。你看还有汤汁滴出来，上面嫩嫩的，然后翻过来呢，底下有脆皮儿。它这个锅贴儿，你看做的其实更像个饺子，这才是饺面，我感觉啊。扬州老鹅盐水鹅，不加汤汁都好吃，味道挺重的。我发现这个扬州人吃的口味啊，其实也挺重。它这个重呢，不是说啊有一些辣椒啊，或者有一些什么花椒、麻味、辣味，就是这个盐啊，或者是糖，一定要加这个老卤汤上去。这个时候再吃，哎，就更有味了。你看这个肉质一丝一丝的。浓郁的卤水味道，然后呢就是盐味儿，其他的味道没有，就是鹅肉的香味儿，一点鹅腥味儿都没有。这个皮质呢非常的薄，里头这个肥油呢没有多少，叫老鹅啊，但是吃起来呢并没有那种撕扯的感觉啊，肉反而挺嫩的。再尝这个鹅胗，这老板说他们家这个鹅胗啊卖的相当的好，看这个鹅胗的品质也挺棒的啊，最贵的就是鹅胗。脆脆沙沙的感觉。对，是因为过去啊，还是不要吃。然后我现在比较容易的就是这个呀，然后我们也不这种点是纯生气状，就是这样。对呀，因为我觉得今年哇，这家啊，一看以前都有钱，现在都不住了。门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整个看起来特别的气派，都是清朝的这些砖。以前能住在东关街的人呢，那可不是一般人啊。非富即贵，要么就是盐商，比如说呢，旁边这个个园，阿星也逛过了，就在这跟前。哎呦，鸟叫声挺好听。还有呢，就是文人墨客，比如说朱自清啊，写背影的这个朱自清啊，他家呢就在这附近。这个门挺有意思，卞总门002号。这都是以前的这种老门。
你看这个老房子这个结构啊，尤其是那扇窗子开啊，让我想到了谁？潘金莲，一开窗户这砸下来就是西门庆。不在那儿过，咱不在那儿过。很多爱美的女士呢，你看每天都用化妆品。中国最早的化妆品店啥品牌嘞？谢富春，很厉害啊。巴黎有欧莱雅，这扬州呢有谢富春。这条东关街呢叫历史文化名街，那它这个历史和文化的见证是啥呢？就是各种各样的老店，这个三和四美酱菜。那除了这个店呢，还有什么啊做布的呀、做药的呀、做化妆品的、什么吃的东西啊，各种各样几十家老店，卖的比较好的我尝一点。卖的都好，卖的都好，对吧？不好这个是啥？好塔吃，好塔吃。给我来点这个，这个怎么卖的15一斤，东海30元是。吧？3块钱能拿吗？最少5块钱，那行，最少5块钱。给我来这个来5块钱的。还有要看还有啥？哎，这个绿绿的，这是啥？青笋条。再给我来5块钱青笋条。咸不咸？就是下粥喝的。下饭下粥，哇，这么多！咱这些坛子都是以前的坛子吗？对，都是以前的。这个柜台啊，再加上这个，就感觉像这种国营的，国营100多年了，这个柜台。100多年了，哇，这柜台都100多年了。100多年前来这买酱菜的都得留个辫子。这么吃咸菜不得齁死啊！聚香斋他家卖啥呢？也是老字号，黄桥烧饼豆腐脑。来一个豆腐脑，好的。然后再来上黄桥烧饼，有咸有甜是吧？对的，10种口味，5来一个种咸的，5种甜的。哦，咸的甜的都分这么多。经典的是桂花糖和黑芝麻。行，好，介绍这个，再来个咸的，来个肉松的吧，多少钱？11。来2个烧饼。好，哦，这打豆腐脑是自己打，厉害，绝了绝了！我也当回店小二啊，哎，我以为是自己打的，店小二还当不上了。我就每次拍照了，都没敢来。哦，刚才那大姐跟我说自助，我以为是自己在这儿。来，小票给我来。小票我给你拿在这桌子上，我一会儿给你拿过来。啊。筷子，这凳子还是这种古香的凳子。尝尝这个3和4美的酱菜。哇，口味特别重，酱味不重，但是呢，回口的时候特别甜，也挺咸的。哇，看来必须得吃点烧饼。这哪个是甜，哪个是咸，咱也分不出来了。这就是黄桥镇的特产。这个烧饼呢，虽然不大啊，但是看着很精致啊。这叫芝麻酥脆，两面黄，加了猪油呢，它吃着香。啊，这个是甜的，有点桂花的这种香味儿，中间是空的，里头有桂花糖。这个芝麻非常的香，两边都是金黄酥脆的，确实好吃，一点不夸张。别看这个小小的，而且它没有过分的甜，就微微的甜味儿。尝这个青笋条，哇，这个好吃，很鲜。这个豆腐脑呢，它是咸的啊，不是甜的。赶紧引战啊，赶紧引战！弹幕互动起来，到底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？我得加辣椒油，一勺辣椒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酱菜味道好，来点绿绿的酱菜，红配绿，给它搅一搅。你看它这个豆腐脑呢，调料都在底下，你必须把它搅烂，你不想搅烂还不行，给它翻上来。哇，不错不错，幸亏啊，它这个不是特别咸，加了这个酱菜进去刚好。豆腐脑非常的香，口感很滑。这个肉松呢，吃起来咸咸的，微微一点甜味儿，感觉呢就像肉馅儿一样。哇，这个豆腐脑啊，要不是一会儿咱还吃别的，我高低得再来2碗。
杨记香酥斋这个小店呢是专门炸馓子，而且是现炸的，很有名那个店。给我来一个，多少钱？10块钱。10块钱，好的。哇，都是现炸的，还热热的。哦，很好吃的。哇，香。还有一个，好。哎呦，都不敢碰，一碰它都碎掉了。哇，好香！吃馓子啊，不能这么咬，得这么吃。哇，好香好香！好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，咸咸香香酥酥。裸钩。扬州，挺好看啊。味儿不错。今天这个人是不少，但是呢，臭豆腐没开门，这个老郑烤肉筋呢也没开门，还有一个八戒烤猪蹄呢，八戒烤猪蹄开门了，但是一看人，好家伙，得排1个小时，算了，直奔那个桥上喝一个胡辣汤。我要一个胡辣汤，然后再来个赤豆元宵，我带走。带走。我看这儿没地方坐了，我到那边。12块钱。1分等不了，1分过天了。不等啊！这个钱。我们来做嘛，这个钱啊。现在就钱。大东门桥，在这喝着胡辣汤，还能欣赏着江南水乡。放了些辣椒酱，然后香菜，还有榨菜。为啥要来扬州喝胡辣汤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人家都喝，我看人家都喝，我也喝。这胡辣汤有一点点的北方特色，让我想起来啊，这河南胡辣汤，因为里边有粉条，有海带丝，还有豆腐丝儿。但是当我咬起来还有火腿肠的时候，这个啥面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胡辣汤不简单。这应该是没有啥流派的胡辣汤了啊。这个味道奇妙无穷，你能喝出来一点馄饨的感觉，因为里边有虾皮，还有一点豆腐脑的感觉，然后呢就是胡辣汤的感觉。应该买个黄桥烧饼拿过来，因为扬州这里离北方确实很近，那过了淮河那就是北方了。很多饮食呢，要么是面食，要么你看还有北方的这种胡辣汤。再尝尝这个赤豆元宵，红豆就是赤豆啊，这个就是元宵，但是它这个元宵是小元宵。如果你感觉这个胡辣汤呢不是很正经啊，还是这个赤豆元宵就是当地的特色了。这个味道好，我爱这个，特别甜，像八宝粥。他把这个红豆熬得非常的烂，在里边这样嚼起来啊，真是那个八宝粥的感觉。很香。这个小元宵呢，看起来很萌啊，但是它没有馅儿，感觉像喝珍珠奶茶里头那个珍珠，但是比那个更软一些。东关街和彩艺街美食一日游咱就结束了。那很多人说这儿太商业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一来。为啥呢？小吃种类很丰富，关键是价位也不贵。来到这儿呢，热热闹闹的人很多，那种市井的感觉。大家有机会来到扬州，一定来这儿逛一逛。好，那就不这样，那为啥来着？没吃完来是吧？这走不了，吃完再走。